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今天來玩 PCE 的一款动作游戏《功夫》。这款游戏的日版原名裡就有2個漢字“功夫”，前面還加了一個英語的 the 是定冠詞啊，表示對事物的特指，所以是指這個功夫。我估計這樣起名字的用意，開發方應該是想說，我們的這個功夫不是那個功夫，至於那個功夫指的是哪個，好難猜啊。本作的日版是哈德森開發和發行的，按照發行時間，這是 PCE 上的第3款遊戲。在畫面左邊的信息欄裡有一個遊戲封面，如果大家看得到封面右上角的編號的話，編號標的數字是1。這本來應該是 PCE 的首款遊戲，因為一些技術問題延期發售了，發現了漏洞。哈德森本來是準備用這款遊戲來展示 PCE 的性能，巨大的人物圖形，豐富的細節，當時可以吊打紅白機。在89年，還有 NEC 發行了一個美版，美版的名字是 China Warrior 中國戰士。現在來到了第一關的第一個 BOSS， 這款遊戲每一個 BOSS 都有自己的名字。這個 BOSS 叫陳大家，一個光頭的肌肉男，穿着綠色背心和迷彩褲，他的招式是精通金剛掌。有一個簡單的故事背景設定，中國功夫界面臨危機，邪惡的暗黑大帝占領了最大的城池洛陽閣。原來的這些人物設定，什麼反派動不動就是暗黑大帝，而且本作的最終 BOSS 雖然頂着暗黑大帝的名頭，但散發的氣場一點都不像。玩家控制的主角是一名正義的武林高手，名字叫王，隔壁老王嘛，他要擊敗眾多武林高手，拯救功夫世界。有的朋友会說，這個隔壁老王一眼看上去就是李小龍嘛。不過我有證據說這不是一個人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原來李小龍的電影，他是6塊腹肌。你再來看一下遊戲裡主角的身材。遊戲的畫面是一直自動向右滾動的，左右方向鍵控制角色可以相對的前後移動，但始終面朝右邊。方向键下是下蹲，方向键上是跳跃。1號按鍵出拳，結合方向鍵下是下蹲出拳，不能跳躍出拳。2號按鍵是踢腿，結合方向鍵上跳踢，也可以斜上飞踢，動作不一樣。跳起踢腿都是多段傷害，但沒有下蹲踢腿。還有些和 BOSS 對戰的特殊招式。畫面在自動向右滾動的時候是普通的雜兵戰，但到了 BOSS 戰，實際上是另外一種1v1的模式。到了第一關的第2個 BOSS 郭良遠，這個 BOSS 的圖形和上一個是一樣的，衣服的顏色有些區別，和 BOSS 戰的時候有些像是格鬥遊戲的形式。這個時候跳踢是不好用的，除了前面提到的基本招式，還可以防御。敵人出腿的時候同時按下踢腿鍵，或者敵人出拳的時候同時按下出拳键，可以成功防御。同理，敵人也可以防御我方的攻擊。另外還有2個必殺技，打這個 BOSS 沒有演示出來。一招是連續受到 BOSS 2次攻擊之後，反擊出拳能使出重拳，用出重拳的時候拳头會變大，攻擊力是常規攻擊的3倍，但需要注意是受到 BOSS 的2連擊才能使出來。另一個必殺技是在受到 BOSS 的3連擊之後，反擊出拳能夠用出百裂拳，威力是普通攻擊的4倍。百裂拳的招式有些像北斗神拳裡的北斗百裂拳。现在到了游戏的第1大關的第3小關，這個遊戲一共有4大關，每個大關又分成3小關，每個小關都有一個 BOSS， 所以總共是12個 BOSS。畫面上方顯示角色的生命值和分數，角色的血條一開始是銀色的，開始的時候並不是滿血，得到了血量補給之後，如果把銀色的血條補滿，就會變成金色血條，就像現在畫面中呈現的這個樣子，相當於多了一個血條。金色的血條補滿還可以繼續往上加，但顯示的顏色還是金色。剛聽到的聲音是得到了一條獎命，分數達到2萬、5萬和10萬都會獲得獎命。回血的道具主要是擊中畫面裡的烏龍茶，還有一種方式是命中畫面裡特定的敵人，但命中敌人回復的血量沒有烏龍茶那麼多。现在面对1-3的 BOSS 新冠，
這個 BOSS 的圖形和之前一樣，但多出了一個頭錘的招式。前面的這幾個 BOSS 難度不大，但我在打這幾個 BOSS 的時候還沒有完全掌握對戰的精髓，所以能看到出招經常被他防禦下來，到了後面才逐漸掌握了要領。每完成一個大的關卡，中間有一個這樣的獎勵關，在獎勵關用雙截棍打坛子，如果是在左邊的力量量表的最頂端觸發，那麼獲得的分數獎勵翻倍。另外還可以將當前的血槽回滿，如果当前是银色的就回满银色的血槽，如果是金色就回滿金色血槽。现在进入到了第2大關，這個遊戲裡的雜兵種類很少，只有3種，而且也不是難點。難點在於朝主角飛過来各種各樣的這些物品，這些物品基本上都是可以击打的，而且都有不同的分数。极少数的特定位置的物品打掉之後能回血，有时候这个回血是可以救命的。现在飞过来的这几个火球，在说明书里叫火之玉。这里第2關的第一個 BOSS 娘娘是一個女性角色，她的特殊招式是旋風踢但這裡沒有機會使出來。這個女性角色設計是有弱點的，只要像這麼打，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。超過了10萬分，又得到一條獎命。剛說到遊戲裡的普通敵人，包括雜兵和飛來的這些物品，我感覺設計這些的美工水平好像不太高。3種雜兵都是這樣穿斗篷的敵人，造型都是一樣，但衣服的顏色不同。他們都統稱為戰鬥員。最普通的穿黑色斗篷的戰鬥員叫翼，只會直來直去，攻擊一下就可以把他們消滅。第2種穿綠色斗篷的戰鬥員叫梁，他朝主角衝過來的時候會有一個蹲下躲避的動作，也可以一擊消滅。第3種穿紅色斗篷的戰鬥員血量比較厚，要打3下。現在是2-2的 BOSS 吳遠龍，剛才就用出了必殺技重拳，拳頭變大了，還有一個慢動作。這個 BOSS 用的和主角一樣的圖形，攻擊的動作也是一樣。他擅長的是踢技。這個遊戲裡所有 BOSS 的套路，我打完之後根據個人的心得總結下來就12個字：控制距離，見招拆招，先發制人。剛剛拿到的就是回血道具烏龍茶，所以我為什麼說遊戲美工的水平不高呢？這個烏龍茶，你要是不看說明書，怎麼看也不像是烏龍茶。還有在前面關卡出現的比較多的，在天上成群結隊的飛，我之前一直以為是鳥，但看了說明書之後才發現是毒蛾。現在這個有彈性的綠色球叫戰鬥球，在這塊費了不少血啊。到了第2關的第3個 BOSS 楊清華，圖形和2-1的 BOSS 是一樣的，這裡它的難度要大一點。不過打法還是一樣，把他懟在角落裡面欺負。打完之後又坐在地上哭起來了，這裡有點不講武德。我說的不是主角不講武德，是打輸了坐在地上哭不講武德。這樣完成第2大關，來到了獎勵關。獎勵關每一個都是一樣的，也是打罐子，看準時機在力量槽的最高點觸發，難度不算太大。剛剛主角的血槽是銀色的，但是是銀色的滿血狀態，所以這裡拿到獎勵之後，銀色滿血狀態也可以把金色的血槽給補滿。來到第3大關，從第3大關開始，相比於前2關難度就要提升很多了。不過整體看下來，這個遊戲的難度不算特別大，算是普通難度吧。但是常規戰鬥和 BOSS 戰的情況下，難點是不一樣的。普通戰鬥的時候，由於角色的圖形佔比很大，視野受到限制，敵人或者物品飛過來經常會反應不及時，這個時候就比較考驗反應的速度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反應不過來，還得依賴背板。第3關的第一個 BOSS 李歐善，現在這個對戰的場景就是當年國外，特別是西方的觀眾很喜歡看到關於功夫的一個噱頭，成龍大戰李小龍。
打這個 BOSS 的時候就很符合我前面說的要點，先控制好2人之間的距離，當對方慢慢挪過來的時候，他準備出招攻擊的一瞬間會做出一個起身的动作，在這一瞬間給他一拳。看起來好像難度不算大，但這一瞬間的窗口時间很短，出拳早了会被他防禦掉，出拳晚了會被对手搶先攻擊。現在的這一段全都是飞劍，其中有一個是回血道具就是這個。這一段基本上就依賴背板了，如果純靠反應的話，我覺得很難。而且角色在出拳之前還有一個短暫的前摇。又出現了一個回血的烏龙茶道具，這個烏龍茶好像是真空包裝的。相比於遊戲畫面當年在家用機上展現出来的震撼效果，遊戲的 BGM 相对之下就差了一些。虽然說 BGM 的質量還可以，但曲目的數量比較少。3-2的 BOSS 洪小良又是和主角一樣的圖形，全部的12個 BOSS 總共就5種图形。除了最終 BOSS 是单獨的一個形象，其他的4個 BOSS 圖形就是之前看到的和主角一樣的，然後是長得像成龙的，再就是第1關的光頭肌肉男和第2關裡出現的女性角色。剛才有一個遊戲背景的變化，如果是在室外的场景，1到3小關的变化就是從白天到黄昏再到夜晚。踢碎的紅色盘子叫大米，大的器皿，一個500分。有一個很奇怪的點，所有的 BOSS 都有自己单獨的名字，有名有姓，但是主角和雜兵享受了一樣的待遇，只有姓沒有名。3-3的 BOSS 青沙羅，這種長得像成龍的角色打法都是一樣。主角的2個必殺技，重拳之前演示过，還有一個百裂拳。其實在打這個 BOSS 的時候是最好演示的，因為這個 BOSS 會一招3連擊，在吃他一記3連擊之後直接出拳反擊就能使出百裂拳。結果我打得太投入，把這個事情給忘掉了。又有一次獎勵分數和補血的機會，在這裡又可以把金色的血條補滿。來到了第4大關，看這個背景感覺像是在一個洞穴裡，這裡還有蝙蝠。前面在故事背景裡提到暗黑大帝佔領了最大的城池洛陽閣，想不到洛陽閣長得就是這個樣子。到了這一關，雜兵戰的難度又有所上升了，經常會出現2種不同的物品同時飛過來。剛打碎的第1個石塊是有補血的，天上飛的藍色的這個叫水之玉，比之前的火之玉飞行速度要快。地面上的蛇是百步蛇，如果打掉這2個雜兵得到的分數是最高的，每一個都有1000分。4-1的 BOSS 叫影烏龍，這個遊戲真是跟烏龍茶幹上了。他的攻擊動作很多，一直在出招，趁他出招的間隙往前挪动的時候，到了攻擊範圍之內，給他一拳或者踢腿。這一場消耗的血量還挺多的。接下來4-2的一開始打掉2個特定的物品有回血，一個是飛行的火球，再一個是這個飛劍。回血之後生命值還可以再撐上一段時間。這個遊戲如果是生命值耗盡掛掉，續關要從當前所在小關的開頭重新開始。蝙蝠還是挺麻煩的，如果是單獨只有蝙蝠出現還好，但它出來的時候通常伴隨着還有別的東西。打到最後一關有一個比較實用的小技巧，角色蹲下來的時候畫面是不會滾動的，這些飛過來的物品按照畫面滾動的位置出現，停止滾動的時候如果沒有到对应的位置就不会出现，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原理，躲完一个飞来的物品蹲一下，然後再前進一段再蹲一下，這樣就能夠把障礙給拆開。這個 BOSS 叫沙羅里曼，
綠色的衣服，金色的頭髮，造型很炫酷。他的速度比之前要快一些，但打法还是一樣。接着4-3，最終 BOSS 前的最後一段场景。這裡旋轉飛行的是雙截棍呢，雙截棍還配小刀，這就又有點不講武德了。從上往下飄的是扇子，扇子有2種，一種是普通的扇子，還有一種是鐵扇。如果一直任由它下落不管，過一會兒它會飛過來攻擊主角。下方連續的幾個鐵球只能跳，最後這一波4個鐵球一起，最好用飛踢過去比較安全。中間的飞剑可以回一波血，這是最後一個回血道具了。掉下來一個大石頭，把它擊退之後就是最終的 BOSS 戰。好，出現了最終 BOSS 暗黑大帝，他的名字叫星岩无，一個打醉拳的老頭。怎麼看和暗黑大帝也没什麼聯繫啊。遊戲裡的這些 BOSS 角色，除了成龍、李小龍，其他的角色應該在一些電影裡面也有原型人物。打這個 BOSS 最關鍵的是不要讓他喝酒回血，然後控制好距離，主動上前踢腿，這樣遊戲就通關了。最後有一個簡短的通關動畫，在通關動畫裡會顯示每個 BOSS 角色的名字。這一期的內容就是這些，如果您喜歡，還請多多點讚、評論、訂閱和關注。咱們下一個遊戲再見。